家都说现在电商很卷，不好做，中国经济不好，挣钱很难。但是最近我回国听到一个产品蛮有意思的，一个不仅竞争少，而且利润很高的产品。这个产品就是束胸。这个产品就是现在做电商我们说的越细分越赚钱的一个很好的例子。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产品本身。束胸它是一个针对特定人群需求的产品。这个案例呢，是我听朋友亲身在做的一个产品。推广的渠道主要是通过抖音直播，转化的渠道是抖音和淘宝。客单价呢在65块钱人民币左右，他们直播平均的观看量也就是200-300人同时在线，最高峰的时候呢也不过是1-2千人同时在线。表现比较好的晚上，一晚上可以卖大概400多件的束胸。我们按照他们客单价65块钱去算的话，高峰一个晚上通过直播可以卖26000人民币。那么这个产品成本呢，我在1688上看到的大概在20块钱人民币左右，算上其他成本，我估计净利润大概会在50%左右。所以表现好的一个晚上的直播净利润大概在13000人民币。平常表现一般的直播，我们如果打50%的折扣算的话呢，那么我们算一晚上13000的销售额，6500的利润，所以一个月大概保守估计净利润在20万左右。但是因为还会有复购和在其他平台，比如说在淘宝下单的复购的客户的话，实际上销售额和净利润应该会比这个预估的会更加多。其实像这个产品啊，他们直播也没有非常多人同时在线看，但是做电商的我们都知道，虽然流量很重要，但是更加重要的是转化率。当你的产品非常细分的时候，比如说这个针对同志群体的束胸，那么你的流量就会非常的精准。因为对这个东西不感兴趣的话，他是不会去搜这个关键词的，更加不会点进来直播间看。当精准的流量进来之后，你的产品解说如果解决了它的痛点，比如说像今天介绍的这个案例，它已经选中了服装品类里面很细分的一个产品束胸，然后再更加细分到给同志群体穿的束胸，然后他又在这个细分类目里做了一点点的微创新，就是拉链式的束胸。在直播中如果通过话术再去强调这个产品跟其他产品的差异性，这样层层细分目标客户下来，直播间的销售转化率就会很高。而且像束胸这类的内衣产品，它是有使用替换的频率的。当这个产品符合需求的话，第一次接触客户可能是通过抖音直播这样的平台，但是之后的复购我们就可以把流量转化到我们的私域流量当中去转化，比如说像淘宝或者是我们微信自己成交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流量的成本就会越来越低。对于当今越来越卷的电商环境来说，如果你不是拥有大资本，像我们普通人现在去做电商的话，细分才是关键。越是细分的市场，越能够精准的找到需求高的用户群体。就拿束胸这个产品来说，这类产品虽然不是每个人的刚需，但是对于需要的人来说，这确实是一个很高频使用并且需要定期更换的产品。由于细分，它的竞争对手也很少，所以利润率也可以很好的去控制。总的来说，今天说的这个束胸产品的案例，很好的展示了如今像我们这种普通人没有太多的资本的情况下，做电商挣钱的基本逻辑。第一点，产品选品要细分，找到特定需求的用户，市场小但需求精准并且转化率高。第二点，选择合适的推广渠道。为什么束胸这个产品适合直播？是因为通过直播不仅仅能让用户看见产品，而是通过主播的展示和讲解建立起信任感，通过互动进一步去提升购买的欲望和提升了购买的效率。平常购买时需要联系客服的一些很琐碎的疑问，可以通过在直播间的互动去解决购买决策时的一些疑问。简单来说，
直播当中的话术就是平常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常常去问的一些问题，再配合产品的一个实时的展示，去解答了这些用户平常在网上购买的时候可能会有的问题。如果再配合一个煽动力比较强的主播，就更加能提高转化率。最后要选择转化和复购的平台。虽然抖音直播它自带的这个流量推广和转化的属性，初次接触客户通过抖音直播，再次复购的话，我们可以引导客户到淘宝或者是私域去直接转化。这套逻辑并不仅仅适用于束胸这个产品。如果你现在考虑做电商的话，拿张纸出来问自己4个问题：第一个，卖什么产品；第二个，卖给谁；第三个，在哪里做推广；第四个，在哪里完成成交。想通了这4个问题，接下来就是细化和执行力的问题了。那么我们就用刚刚写的那个公式，我们现在要做跨境电商的话，做一个简单的计划书。我们可以想一下，比如说卖什么，比如说我们卖衣服，那衣服的话，我们怎么能更细分我们的产品？比如说狗的衣服卖给谁，我们的目标客户也要再细分一点。再细分一点的话，因为现在很流行去露营，那能不能卖给很爱去露营的人，但是他们也想带他们的狗去一起露营的话，那狗的话也有针对狗的露营的衣服，所以我们可以再细分，我们的产品是爱去露营的狗主人。卖给这些人的话，那我们在哪里推广呢？做跨境电商投广告无外乎就是 Instagram、Facebook， 还有 TikTok， 还有 YouTube。那在哪里成交呢？如果你是想做一个品牌的话，我建议大家最重要的转化渠道还是在自己的网站、独立站投的广告，还是要在自己的独立站去做转化。那如果你觉得做独立站的话难度比较高，因为你需要投大量的广告，你需要自己做素材，那也可以考虑在亚马逊上投一些站内的广告，然后有第一批客户之后，再把他们引流到自己的独立站去做2次的转化。那对标的竞品，我发现了一个加拿大的品牌叫 Canada Pooch， 它主要做的产品就是给狗的衣服，有羽绒服啊，户外的给狗狗穿的鞋子等等。那么找到了类似的对标竞品之后，我们就想我们对于它的差异化在哪里？因为 Canada Pooch 它的客单价相对来说是比较高一点的，那我们可以做我们的差异化竞争的话，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把价格做得低一点？比如说他们的客单价在60左右，我们对比他们不一样的话，我们可以价格便宜点，或者是他们的产品是针对不同种类的狗的配件、羽绒服、鞋子，那我们能不能再细分一点，是针对某一种，比如说针对法斗的户外服饰和配件，这样就更加细分我们的客户人群，投广告的时候也更加精准。就算我们是只针对养法斗的爱露营的狗主人，其实这个细分的量也是很可观的。你想一想，这么细分的人群，针对他们售卖产品的品牌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们投广告的转化率相对来说也会高。那么慢慢的我们可以再推广到不同的狗的种类，这个就是大概一个我们用这个公式可以写一个基本的电商品牌的一个简单的计划书。我是 Braden 布莱登，如果你想听到更多有趣的电商选品的案例、有意思的挣钱模式和低成本创业的 idea， 订阅和点赞我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